现在比特币走势非常的糟糕，就是周线级别的看跌吞没。那过去发生一个看跌吞没状况下，其实都不是一个好现象，是不是本周要顺势做空了呢？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来到比特币的盘面，先来看上周周线。上周周线的话已经出了一根阴线，而且量能不小。那线性上呢，这是一个阴包阳的状态，是典型的阴线 RB 吞没，所以对于多头来说呢，它并不是友好的。不仅如此，这个上冲之后的回调呢，形成一个阶段性的高点。这个高点落在哪里呢？就是前高点的中间部分，就是这个之前缺口的一半。那往上去冲去补缺，补缺之后的回调刚好到一半的这个位置，其实意味着已经有一个空头要持续延续的概率。所以说，结合这个位置呢，出现这样一个线型，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日线级别，日线级别颓势也非常明确。首先呢，我们一直以来这个上升趋势线已经被跌破了。其次呢，在顶部承压的位置也出现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圆弧顶的顶部结构，就是在82000左右的位置，这也就是它的颈线位置啊。那现在已经跌破颈线，继续向下发散。从量能的角度来看，确实有放大的现象。那这种现象表明，目前这一波下跌呢，只是一个颓势的开始，它极有可能回抽颈线，确认压力之后呢，继续下调。如果它顺利回调的话，接下来回调点位可能会落在74000到75000左右的位置，因为它现在已经跌破78500的点位，是不是现在就非常适合去做空呢？我觉得还是要达到以下几点：第一是没有带成交量的上涨；第二点，资金费率仍然为正的。那现在成交量的话还是有一点低迷啊，可能有在慢慢放大的表现，但是目前的话是满足的，所以第一点是达成的。第二点呢，资金费率为正的。现在看起来资金费率好像是正的，那如果它后续反弹，资金费率又变负的话，那就不算是一个最适合做空的点位。第三是多空比，多空比也是正的，而且是久违的翻正。比特币多空比为正，其大于一，代表整体市场看涨情绪占优，做多的人数或持仓量多于做空的人数，这意味着大部分散户或者机构投资者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涨，那也就对应着我们说的回调，然后再下跌。再对比现货 CVD 走势是非常弱的，我们可以观察过去2次合约和现货 CVD 去对比，因为像是比特币4小时线、现货 CVD 这个地方低点呢，跟这边的高点并不是相差太多，所以它整体振幅幅度是很大的，就代表说这个现货 CVD 它是弱势，那合约 CVD 的话，它是一路往上涨，所以其实合约的 CVD 它是比较强势的。那比特币当时那一串币价上涨呢，是有可能合约是去推升的，那反而现货是比较弱的，所以在合约推升的状况下，很有可能这个币价它会处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况，所以之后回调的深度呢也会比较深一点。那像这个地方可以说大家看到现货 CVD 它的上涨幅度呢是比合约还要更大的，那合约它有上涨，那现货它也上涨，对比下来，它这个抛物线涨幅是比合约更明显，所以这一段的涨幅就有可能是现货 CVD 去推动的。那只要是现货去推动的话，后续的币价或许就会比较稳一点，所以它后续持续的往上涨。我们再观察一下现在的 CVD。现在现货的 CVD 跟合约的 CVD 反而可以说是现货在持续的往下降，合约呢在走一个平盘，那就代表着现货的买盘它目前是非常薄弱的。那我自己就会预期说，接下来的走势很有可能会进行一个深度的回调。那这个回调之前，它会不会进行一个反弹再下去呢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观察一下流动性。如果比特币反弹需要去清扫一下上方流动性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察之前清扫流动性的时候呢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像这个地方它像是一个下行趋势，那原本这边是一个很大流动性去做清扫的，甚至呢这边流动性也有可以，就这边呢也有可以去清扫，这是属于第一阶段清扫完流动性。第二阶段呢，这边流动性的话是离币价比较接近的，所以接下来它就是清扫这边流动性，清扫之后就清扫出来之后，它会就有一个反弹的走势。那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来说，会清扫比较近的流动性比较多的地方再进行一个反弹。那为什么庄家会去清扫流动性比较多的地方？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啊？因为流动性多的地方呢，其实有很多止损、爆仓或者是挂单的地方。大户如果去清扫那里，第一点是比较好成交，因为大户的金额一般来说都比较大一点嘛。第二点就是滑点小，因为流动性足够深、足够多。那我以上讲的这些都是比特币短期的市价，因为如果比特币它没有跌破74000的话，都还算正常，因为其实74000是一个非常强的支撑。那我自己认为的话，也是73000到74000这个区间也算是一个很强的支撑了。那如果再下去的话，可能就真的有点危险了。说完技术面指标，我们看一下宏观面信息啊。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有在新闻上看到的，美国参议院的银行委员会投票通过了币圈引以为盼的 Clarity Act， 也就是大清晰法案。那如果你不知道是什么，就是我们常跟大家说，那这一届川普任期非常重要的第3条法律的第2条，第一条是经验赛，也就是稳定币法案，允许我们知道 USDT、USDC 是什么样的。
美元稳定币是安全可以用的，他们可以在这里做什么样的操作？那这件事情的话，在25年的7月份就已经通过了。现在大家讨论的是大清晰市场架构法，我们现在可以使用稳定币去投资。第二个大事情是上礼拜呢，美国开出了通膨率跟 PPI 数据。通膨率原本大家预期是 3.7， 结果呢，它超预期已经变成 3.8 百分比。更严重的是隔天的 PPI 数据啊，也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，原本预期的 4.9% 的年增率，结果开出一个 6% 的年增率。我这边特地把 PPI 在美国央行这个数据上面的过去10年数字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你可以看到最近上浮最快的还要追溯到2023年的那个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是熊市期间啊，才看到如此严重的通胀情况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两个数据开出来之后，原本表现比较好，无论是股市、就 AI 或者科技股，包括加密货币，在这礼拜呢也是立刻下杀啊，这一点也不意外。如果说新任的联总会主席，大家原本以为他是一个降息预期偏高，但是他没上任，或者是刚上任就看到这样一个情况，原本大家消化的降息乐观预期，不但可能要持平，甚至可能会担心未来会不会升息。那同时这礼拜呢也看到一篇文章，就是说美联储新主席不好当，历史数据显示美股平均会大跌 12%， 那卧室会面临5大考验。当然我们要分享的是啊，就自从1930年以来，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后，股市通常会在6个月之内经历明显的回调。平均来看呢，美股1个月平均下跌 5%，3个月之内呢会平均下跌 12%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1987年所谓的黑色星期一股灾发生在新任主席格林斯潘意外加息之后。那这边需要注意的事情是，那一次的话，它是意外加息哦。那市场暴跌不会因为大家已经预期到一件事情可能会发生，然后它发生暴跌，更可能是我们评判它是什么样的主席，它是不是川普的走狗。那川普不会想要看到市场暴跌，所以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但大家都这样去想的时候呢，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让大家意料之外的事情，那可能就会有不太好的事情发生。还有一则关于比特币非常重磅的华尔街新闻，恰巧这个新闻发生的节点就是比特币拐头往下，那今天呢达到$77,000的起源点。这个人的话就是 Michael Saylor， 他在各大比特币大会或者出席任何的访问节目当中都会主张一句话：我们永不卖币。说到他的公司微策略这一家上市的话，公司已经持有82万枚就是比特币大概左右。那上礼拜开始传出一条信息，就在5月15日的时候呢，他宣布回购$15亿可转换债券，可是就时间到他们要还钱了。但是官方的文件显示呢，此次回购的资金来自于自己的储备，还有发行一些新的债券，还有什么，最严重的就是出售比特币的所得。那这一句话呢，现在还没有被市场验证，但是一般来讲，周一的时候呢，都会知道微策略这家公司到底有买入比特币还是选择卖出比特币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因为现在市场是在走弱的情况下，一旦就币圈里面的定海神针说他们不是不卖比特币吗？结果他们卖了，这是会对一些持币者就信心呢会有所影响。而且呢，散户是非常看重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加仓比特币的，这就是华尔街新闻上面你需要注意的点。讲到这里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，还有众多新人福利。近期仍在坚持 OKX Sport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，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。如果还没有 Gas.io 的账户，可以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，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福利。在注册的时候，记得绑定一下我们的专属邀请码，这样你可以获得 20% 的终身手续费返还。Bybit 交易所现在新用户注册满手优拿到爽，一鱼多吃福利多。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。同样，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，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，通过简单的参与，比如说转发帖子、关注，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，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。那这些积分的话，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。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。这些积分的话，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。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。